当今世界乒坛一共有2种球拍的拍型啊，一个是横握球板，一个是这个直握球板。大家都知道，乒乓球这项运动起源于英国。那么最初呢，它给横握球板起名了这个握法叫 knife hold， 就是像握刀一样的握法啊。那么大家看也比较通俗易懂，这种握法技巧性不是很强，但是呢，这个原则上你的握板方法一定要可以两面都能发上力啊。有的人呢，可能由于这个握板方式的不对，只能一面发力啊，正手发力。如果偏正手的话，握板正手只能正手发力，反手呢只能对付，只能相持，发不出力来。这个对未来的这个发展提高也带来了这个不便之处。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横握球板的这个握板方式呢，基本上大家看，也就是像握刀一样一把抓，但是呢不要握紧，握板一定要放松啊。这个拇指呢就在这个胶皮和板把的旁边啊，食指呢是放在这个球拍的这个侧面啊。这5个手指其实在打不同的球的时候，每一个手指都有它的这个作用。打什么球该哪个手指使劲儿，那么这个就需要你在这个握板方式上一定要正确。这个就是标准的横握球板的这个握板方式。那么在正手拉弧圈球以及正手攻球的时候，这个大拇指呢在接触球的时候啊，它是一定要用上力的，可以扣住这个板柄，可以用上力的啊。尤其是在未来出界的时候，大拇指发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啊。那么在这个反手发力的时候，大拇指和食指起到了一个这个对板型的一个把控方向的一个把握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还有这3个手指在正手拉弧圈球接触球的一刹那，它一定要有一个抓握的这样一个力量，也就是大家看到的不仅仅是身体的发力，手臂的发力，还有什么手指的发力，这就是握板的重要性。那么在横握球板的握板方式当中呢，有的选手呢，握板方式偏向于正手好发力，反手使不上劲儿；有的人呢，这个握板呢偏向于反手好使劲儿，这是习惯性的这个握法。那么正手呢，这样包住就不太好发力。那么这2种都不属于可选可取的。那么最终呢，我们应该选择正确的握板方式，一定要第一握着舒服，第二可以达到两面都可以发力。两面都能发力的时候，也就是反手发完力到正手的时候，握板一定要有些许的微调，这样才可以达到这边也可以充分的发力，正手也可以充分的发力。那么握板呢，这样呢就是一定要松，是虚的，是松的，你才可以微调。如果说一把抓得很紧，这样你就达不到那个微调的效果，你也做不到两面都可以发力。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直握球板。直握球板呢，这个英国人当时呢给起了个名字叫喷厚的，就像握笔一样，像握笔一样。那么我在北大教授这个乒乓球课程当中呢，就是我的思考是，凡是这个直握球板在用这个筷子的国家，使用直握球板的比较多。它不仅像握笔一样啊，那么这个筷子使用起来呢，要用手指啊，直握球板、握板呢，这3个手指的使用要求比较高啊。那么也就是在正确的直握球板的握板方式当中，你一定要考虑什么呢？这3个手指在不同的这个动作、不同的击球的时候，一定要随时可以调整，而不是什么呢？一把抓得很紧，就是好像貌似一起在使劲儿，这就是不正确的这个握法。所以说握板一定要放松啊，一定要就是该哪个手指使劲儿的时候、用力的时候，哪个手指就能用上力。那么该哪个手指放松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到辅助作用啊。这个对未来的这个直握球板使用的这个选手来讲呢，这3个手指的这个力量的分配，这个力量的使用，这个非常重要啊。大家看，直握球板的正确的握板方式啊，这个虎口呢可大可小，那么大拇指和食指一定要平均均匀的放在这2侧啊，而不是说像这种以食指为主，那这样的话你的正手功就受限啊，肯定老是在出界。那么也不能这样，这个以大拇指为主也不可以啊。那么中指呢在后面一定要顶住啊，无名指和小手指呢是依附在中指的这个后面，依附在中指的这个后面，中指的指尖可以顶住这个球板啊，可以顶住球板，起到一个辅助作用。那么这样呢，中指、食指、大拇指这3个手指呢，就是为主的握住这个球板。那么这个就是正确的直握球板的握板方式。